那个流量不是特别好了，我还在想我要不要发那个火力全开。我找一下哈，但是我撸了那个火力全开的，我有一种我现在说话只会很调的感觉。重新来，有一种舌头捋不直的感觉，怎么回事？笑死了！有一种舌头捋不直的感觉，咱们就是一个嘴瓢。哎呀，他前面怎么跳的？还要看什么？还要看什么？还要看？你在说什么？点赞上线了，谢谢小猪，谢谢小猪点赞，0.7万了。小舞蹈，对呀，当然还要看，前面拍拍肚子。他不是，他前面是个魏武，就是这儿，他这才是拍拍肚子，这不是拍拍肚子。觉得说的好可爱呀，觉得说的好可爱，拍拍肚子，这不是应该拍拍胯吗？可以的，还是可以跳的，欧某，没错过，是的，没错过。我之前录了，我很早之前录了这个，但是我录了我没有剪，因为我后面我录完之后，我看见没有热度了，我就没有剪了，我就刷到了，我今天还刷到妍姐跳这个了，我今天还刷到妍姐跳这个了。谢谢丽珍的点赞，谢谢丽珍的点赞。1.8万赞了，我在想2万赞的时候给大家跳个那个吧，2万赞的时候跳一个恋爱告急了。还要看 no 满日漏刚跳完了，繁星刚漏跳完了，还要看，那你等着吧你，还要看，那你等着。火力全开金明月之后第2喜欢的，金明月永远是第1，是不是？我也很喜欢金明月。有啊，毛不轻巧，但是我不会，我现在还没学，现在放的歌是 No 吗？是的，现在放的歌是 No， 现在放的歌是 No Pink 的歌，但是我们刚刚跳了，你还要看的话，我们可以送一个比心兔兔，可以点我哦。这样的朋友你怎么知道，芝哥？你怎么知道？我笑死！欢迎市民，欢迎热心市民。我还想让他等着吧，他的作品里有我，真的吗？让他把作品隐藏。笑死了！我还说让他等着吧，他就等着呗他。刘海女生好看，那确实刘海女生好看，那确实刘海女生好看，我笑死了。那是我的一个，就是我一眼看中的，我一眼就看中那个刘海女生了。我心目中最好的就是那个刘海女生了。
我把这什么拉走了。啊，对对对。到什么了 ？No No No， 是的，中分位是刘海，是的。每个中分女生的旁边都有一个有刘海的，每个有刘海的女生旁边都有一个中分的，这是万年不变的，万年不变定律，是肯定会有的。Yes Yes， 对不起什么啊？我的小帽子，我的小帽子要掉了。就这呗。欢迎小胖嘟，谢谢小胖嘟灯牌。未经允许3次喜欢你，好好好，你这土味情话讲的哟，你这土味情话讲的。对呀，你这土味情话讲的。差评，挺好的，挺好，挺好。你说这土味情话让我想起了什么？让我想起了上次林天和阿欧在说那个藏头诗、藏尾诗、藏头诗、藏尾诗，还有1000点赞2万。是的，快来个好评，好评，好评，好评！哎，我这头发塌了，2万了，现在已经2万了，2万赞小舞蹈，2万赞小舞蹈跳什么？我们藏头藏尾组合，对呀，就是说嘛，你们要是不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这是一个藏头诗或者是一个藏尾诗，我都不知道。结果你们一说，我说啊，还来个藏中诗，我真的是我第一次看见藏中诗。我有小姐姐想想，别问他，他的意见不重要，别问他，他比我还会扭，让他也来扭一扭。你可以是中午12点那会儿，阿喵每天都有100人左右，中午12点嘛，我可以试一下。但是因为阿喵平时人也挺多的，所以说在中午可能人会更多。但是我也准备试一下中午12点，但是就是很难起床，因为你中午12点的话，你早上9点多你就得起床，咱们就是一个很难。阿喵晚上30多个人，那我试试，我明天就试一个中午12点，我看看，我希望明天能够起得来，谢谢哲哲点赞。我们挑一个什么呢？中午人比较多，100人到80人，我可以试试，我试试，9点还算早，好吧，对我来说有点早。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差不多11点才起。谢谢林天宝的真爱玫瑰，谢谢林天。你确定你得早睡？对呀，我就是早睡，我就是要准备早睡，早睡了就可以早起嘛。但是我有时候早睡也不一定会早起得了，我就是太喜欢赖床了，我就每次就是闹钟响了，我想我再眯2分钟，结果一眯就是半个小时。哪个性感来哪个，我真服了。性感小舞蹈啊，不听你的性感小舞蹈，我给你来一个性感小舞蹈。你为什么喜欢看性感小舞蹈？你这个人说什么土就是。哎呀，谢谢，还是我们林天好，期待。
我笑死，期待，行吧，我们来个期待吧，咱们就是说给跟那个怪兽来一个擦边舞，真的是又让你看到了，你自己也去学一个，你自己学一个自己跳，你别让我给你跳。我笑死了，排排又出过期待了，是的，他又出过期待 ，up down 也可以，确实 up down 也可以。想看的话，我们可以再点赞，我们下个可以跳 up down， 直接去开演唱会，我吗？你说我，那你可以给我资助一下吗？你给我点，你资助我去开个演唱会，开个个人专场，你给我包个场地。谢谢这哥哥点赞。真的吗？真的？你给我弄一个场地，然后我就去开，不管他有没有人，我就去开，包个大包房也行。我一铁锹拍死你！包个大包房也行，我就铁锹拍死你！什么大包房？你在说什么？你这个名字就是我现在想跟你说的话。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应该去找一个那种 live house， 或者是那种有舞台的那种小场地，那种比较现实。谢谢冷天宝的点赞，谢谢灯牌，谢谢各位灯牌。欢迎香菜，晚上好，香菜。我希望明天中午能够起得来，要是我明天中午能够起得来的话，我明天中午就播，就明天中午播一下试试看。谢谢香菜的灯牌。那不得收门票？那肯定要收门票啊！办都办了，那不得收个门票？那不就纯亏了吗？定闹钟，我定闹钟可能对我自己没什么用，就是我定闹钟，我会想的是再眯一会儿，定个闹钟，然后再眯一会儿，然后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眯一会儿半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算了吧，反正时间都过了，定10个闹钟，我就是定10个闹钟的。我平时我要比如说我10点钟起床，我可能从9点半就要开始定了。我10点钟起床，我9点钟就要开始定闹钟，甚至8点半就开始定闹钟，就是15分钟一个闹钟或者10分钟一个闹钟，我会一直定到10点钟，不然的话我会起不来的。就是这样也很难，就是起床困难户。但是到了夏天就好了，冬天因为冬天很冷，就不想离开被窝，但是夏天的话就好多了，夏天的话起床就会比冬天容易一些。欢迎张先生。6
6点40到7点半，10分钟一个，对，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可能定的闹钟比你更久，我可能要提前1个小时就开始定闹钟，不然的话真的起不来，太就是我会太喜欢懒床了，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欢迎立正，欢迎晚风。还是穿古风好看，怎么个事儿？现代装不喜欢吗？青山，不是都一样的吗？青山宝宝，古风和现代有什么区别呢？古风和现代差别就是一个，古风的话头饰更多一点，更仙气一点。但是你不觉得这样也很清爽吗？谢谢啊的想要星球和11个闪耀，欢迎啊哦，晚上好啊哦，谢谢啊哦，都好看就是嘛。你这样说我就不一铁锹拍死你了，你夸我就不拍你了。发一个火箭，来晚了发一个火箭，我笑死了。谢谢小七宝的灯牌，谢谢小七，欢迎晚上好啊小七，挣钱呀？怎么回事？各有各的风格，对。就是古风也好看，现代也好看，怎么样都好看，这样才是对的。谢谢白白的闪耀星河，谢谢白白，谢谢白白的11个西瓜闪耀，谢谢宝。你错过了一个火力全开，是的，一个期待，忙去了，去吧。欢迎谢谢小吃的点赞。这是我今天新找的一个DJ，欢迎未央。没事有重播哪有现场看好，哪有现看好？阿欧是才回家吗？你是才回去吗？我怕等我回家你下播了啊！你现在还没有回去吗？我今天播的太早了，我今天8点半就开始了。谢谢小七的点赞，谢谢小七。还没到家，在路上，我还在加班。爸爸也什么时候回去啊？辛苦了大家。谢谢小七的点赞。还在加班去了，拜拜，好度拜拜。好度。腿白了，但是脸好亮。好多明天你也去忙吧，拜拜拜拜。谢谢小七的点赞。它放小一点，不要放那么大。还没下班呢，明天应该是还没有下班吧？我觉得他应该每次要9点之后才会下班，是不是啊？李健。一会儿来了一个火箭，我笑死。
好怀念这个电视剧。这个是我第一次，这是我看的第一个爱情偶像剧。这是我在我读小学2年级的时候，还是应该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的这个年纪，然后被我表姐他们拉着看了一下，看了这个台湾偶像剧，然后就是我看的第一个偶像剧，第一个爱情偶像剧。那个时候我爸妈都不让我看这种的，因为他觉得看这种就是容易早熟，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那种亲亲的画面，你知道吧？有亲亲的画面，我爸妈我妈都从来不让我看这种，就小的时候，就是读小学的时候，我妈都不让我看这种。女生都早熟，现在女生都早熟，但是我以前就不一样。我们以前其实还好吧，但现在女生确实早熟才行。但确实，你看，对于一个小学1、2年级的女生来说，确实不能看这种吧。小学2年级不能看这种，就是青春偶像这种，里面还有亲亲的这种画面吧。但是那个时候我表姐暑假争不过他们的争不过电视。我想看动画片，但是争不过他们没有。我有3个表姐，然后他们都想看这个，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看了，然后发现好好看，太好看了。铲完了整个一个八皇鼎立。我感觉小猪是不是玩游戏都挺厉害呀？我看你王者也好厉害。从小就早熟是吧？我可不是，我怎么能说我从小就早熟呢？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姑娘。小学4年级就有谈恋爱的，但那是现在，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我觉得初中谈恋爱都是早恋，你知道吧？初中谈恋爱都是早恋，上大学才是应该正常的。你说你单纯怎么了？我不能说我单纯吗？我以前是单纯啊，只是我现在长大了嘛。我现在不单纯是因为我长大了呀。那我以前确实会比同龄人要单纯一点，好吧？我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我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我都不敢谈恋爱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被家里面知道的话，我会挨打，就是早恋，你知道吧？初中、高中谈恋爱都是早恋，我可太相信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纯粹是那种乖乖女，就以前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就上高中了之后就长大了，就开始有点叛逆了，咱们就是说。但是上初中和小学都特乖，就是那种上课认真听讲，管他听没听懂，我现在认真听这种。我想知道这样有没有过一段什么一段什么？你想说什么，小七？欢迎洋洋得意。我们可以，你的解释很苍白，怎么了？我解释就很苍白了呢？本来就是，以前我上学那会儿，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上小学、初中都是学到的那些，就是都是听别人说的。欢迎阿西。欢迎22，我们可以继续点赞了，咱们继续点赞哦。欢迎逍遥福豆鸡啊！高中没有，大学总有过吧？这种事情咱们就不说了。哎呀，完了，我耳机要没电了。耳机要没电了，我找个充电器给充一下。我们一会儿敲个筛子舞吧。这种事不能说那么多冒昧啊。这种事情不能说好懂了。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说的？这种事情不就是这种事情不就是正常的事情吗？但是我刚才说不说，我上大学的时候，但是说实话，我上大学的时候还遇到过一个渣男，就是因为太单纯，然后就是
什么都相信。现在就可不会这种了。啊啪呲啊啪呲。换一个。欢迎八一，我们可以继续点赞哦。要是初中开始逃，谁初中开始逃啊？坏人太多了，谁初中开始啊？谁呀？我初中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但是初中的时候我初中的时候真的就是超级好宝宝，就是那种。而且我初中的时候可是身兼多职，那个时候我虽然说成绩是那种中上的，但是因为我太听话了，就是很听话，所以说老师都很喜欢我这种。然后那个时候我身兼多职，上初中的时候我是语数外3科课代表，然后还是团支书，而且还是学生会的，咱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好学生的代表。怎么可能会谈恋爱？但是那个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谈恋爱的，特别是晚自习还会去，就是下完晚自习还会去逛操场，就是小情侣手牵手去逛操场那种。但是因为我上初中是走读生，每次下完晚自习我就回家了，我差一点初中就谈了。初中谈也挺好的，虽然说。如果是我是个家长的话，我也不建议，我不建议现在小孩那么早谈，还是应该好好学习才对。如果是那种就是很那种很好的，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是互相鼓励、互相学习的这种倒无所谓，但是就是怕那种影响学习，感觉会很那个。团支书我也当过，是吧？那个时候。随波逐流啊，得随波逐流，什么这不能随波逐流。本来我也不是什么好学生，我是属于是那种就是成绩算是中上的那种，就中上水平。就比如说全班差不多有40多个人，45、46个人，我大概能考到前10名以上的那种，就是每次能考前10，然后就不是那种特别好的，但是我是那种很听话，就老师就有点类似于，就是对我现在回顾我以前，我觉得我有点太死板了，就是说老师布置你的任务，你必须得做完，就是哭着的也做完，就是也不管得不得罪别人，就是老师布置我的什么事情，我就去好好做这种。但是，所以说初中那会儿只会阿巴，逃了1年。也不是什么好学生啊！阿欧，我感觉阿欧应该还好吧，除了感觉阿欧网瘾有点大，喜欢玩游戏之外，逃了1年多，后来分手 solo 10，为什么这么久？分手 solo 10年，谈了1年多，为什么分手？为什么就那么久？谢谢春野点赞。我也不是好学生，我为什么觉得你们现在都挺好的？看不出来你们现在不是好学生啊？就感觉可能对我来说啊，我感觉哈，就我自己感觉，我觉得啊，我可能就是上学的时候有点爱玩电子产品，爱玩游戏，然后其余的应该也还好吧。生日。哇，今天是艾丽的生日吗？生日快乐，艾丽！祝你生日快乐！我感觉最近过生日的好多哟，生日快乐呀，艾丽！玩游戏的是好男人，第一次同桌没忍住，是不是？我想说，是不是男生谈恋爱，就男生的初恋都会在同桌里面产生啊？今天晚上已经聚完餐了，好耶！生日快乐哟！是不是男生的初恋很容易在同桌身上产生，同桌里面产生？全班发现我俩在谈，你们俩真不会隐藏自己啊！分手以后，
年轻不想再找，为什么年轻不想？小七，你看你这种想法就不对，为什么会说后面 solo 10年？就是因为你的想法不对。为什么说年轻不能找？就是应该年轻的时候找，年轻的时候找。为什么呀？我的初恋是学妹，不会在别的班级。小贱嘛，但是我感觉有些男生就是会在自己的同桌里面选出来，会，因为跟同桌是属于是那种朝夕相处的感觉，就是跟同桌是属于是玩游戏去了，好嘟去吧，生日快乐哟，艾丽，拜拜。我觉得跟同桌就是属于是那种每天都在一起，就每天都朝夕相处着，时间久了，在那种情窦初开的年纪，确实容易那个啥，容易就喜欢了，太了解了。但是那种情窦初开都不知道什么是喜欢，就觉得我们俩关系好，我就喜欢你。我初三之前都是欺负女孩子的，就是单纯欺负，不是像初中那种男生欺负女生，就是因为他喜欢，所以说才欺负呀。年轻就是想玩，两人嗨不起来，我自己玩的爽，两人好，坏孩子。小七真的是，你就应该早一点，因为我是觉得就是遇到就是你怎么说呢？就你不用去排斥这种事情，就是遇到了，然后就是那种就是看缘分，就顺其自然，然后遇到了你就自然而然在一起就好了，就不要去拒绝，因为其实说实话，真的越到后面越难。要是这么算的话，我欺负了好几个。欺负好几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初中男生就是比较调皮，初中男生比较调皮，就是会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不知道怎么去引起她的注意，你知道吧？就不知道怎么去引起女孩子的注意，然后就会去，比如说动别人女孩子的头发呀，扯别人的衣服啊，这种就是会去喜欢去，就是去欺负别人。简直是和尚庙。还有一个原因，单位简直，其实真的，我是觉得就是你上学的时候是最好谈的，就是过了上学你之后，就像你就是过了上学之后，你出了社会上班之后，真的很难遇到女生，就很难遇到异性，我是觉得，就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很难，现实生活中遇到那种一起玩的异性。初中不是应该打架的年纪吗？抓小辫儿，对呀，就是一直在打架，小猪看不出来哦。确实，初中的时候就是那种打架的时候，约架的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还经常晚自习就听他们说哪个班和哪个班为了争一个女朋友打架，这种事情我听太多了。就上初中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上初中的时候是3班，就有比如说1班和4班，哪个女孩哪两个男生为了争2班一个女生，然后就约群架，我就当吃瓜群众。积如成的灯牌，写过还写过情书，我初中的时候也收到过情书。但是我觉得这种怎么说呢？这种都我感觉我觉得初中太那个了，初中太小了，其实真的都不太懂什么是喜欢。上学的时候好多女孩子，是不是啊？就是上学的时候是最能够很快认识女孩子的，就是上完学之后，你认识女孩子都只能是通过朋友介绍，或者是出去玩，或者是单位工作，但是通过工作认识的其实很少，就已经我觉得很难通过工作能认识到异性，合适的异性哈，就是合适的。开始吃瓜了，初中就开始，对呀，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我老师问谁哪个我知道吗？就是老师问，吃瓜第一线就是这种。选的是文科，对，文科也是文科的话女孩子会多一点。这行女生比较少。你这行难怪你是做什么的？你这行女生少，谁也别跑，不许盘道。
初中毕业如尘，我感觉男生的初恋是不是都是在初中？我感觉就是男生可能成熟的比较快，男生成熟的比较快，然后很多初恋都是在初中吧，我感觉哈，因为我之前认识的也是，都是在初中。接玲玲的灯牌，晚上好，玲玲。厕所2楼放学，敢不敢别敢去放学，别不敢来啊！笑死，约架是吗？我们可以点赞哦，我们还差2000赞，呸，2000赞，还差2000赞。晚上好，晚上好。动画应该女生比较多吧？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学动画的很多都是女孩子。而且学美术的很多的女孩子，我都在后悔。我说，如果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哈，如果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会去学美术，而不是去学舞蹈。真的是可恶了。9万字，是的，9万字低阶版。这不是林总吗？谁有？这不是林总吗？初中厕所都不是打架，都是抽烟的地方，太懂了。我也觉得，男孩子就是每次下课偷偷跑到那个地方，跑到厕所就是为了抽烟吧。动画专业大多女生，但是对口岗位男生太辛苦了，确实是干动画的确实很辛苦，打仗。你们都不怕被那个教导主任逮住吗？教导主任专门去厕所蹲，专门去就是晚自习下课之后去校门口蹲。你们都不怕被教导主任逮过吗？我只记得有一次被就是学校门口的教导主任逮过，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走读生嘛。我走读生，然后因为走读生，我平时回家我就带个那个文件袋，就是文件袋里面装那种作业或者卷子，就直接回去，就不会背书包，因为书包太重，所以说每次都这样。但是最怕的就是白天，就是早上是那种住校的同学，他不喜欢吃食堂，他就想让你帮他带早饭，然后我们学校门口就有卖那个煎饼果子的，然后就让我帮他带，然后我就帮他带了，然后就提着进门，然后就被教导主任逮住了，就说不能带学校外面的零食，不能带学校外面的吃的进学校，然后就把我逮住了，教育了一顿。冒烟，打仗得了一个处分，天哪！然后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天哪！看来大家都是什么？大家都是那种。上学的时候都是那种老师头疼的学生啊。煎饼果子四川也对呀，煎饼果子四川也有啊，煎饼果子四川也有的。我是那个老师的孩子是吗？小七，我看着你就不像是那个老师的孩子。我冒烟还有别的。真的假的，小七？因为你说你谈恋爱，我就觉得是我以为你不是一个老实孩子。吃过天津的煎饼果子吗？没有吃过天津的煎饼果子，但是我吃过山东的那个煎饼果子，真的太硬了，那个皮儿太硬了，咬都咬不动。初中不是拉帮结派吗？说的对，初中的时候还会那种认哥哥，让哥哥罩着你，就是那种。为什么我感觉就是我们上学那会儿，我不知道现在初中孩子怎么样，就是我们上学那会儿，初中的孩子就特别喜欢，就觉得那种混混特别有面子，就喜欢去认那种混混男生当哥哥或者是当什么的，就觉得他会保护你啊什么什么的，就会觉得特别有面子。不懂，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反正我们那会儿上学就是这样的。自由恋爱不影响，就是老实孩子，不影响是老实孩子。说得好，好吧。
那就让小七就认小七是好老实孩子吧，确实不老实，不流行豆豆鞋，确实是那会儿就是不好的风气，就是那种有点类似于慢脚文化那种风气，不是特别好，就喜欢在厕所拍那种怎么了，就拿个手遮住脸，是不是？遮住嘴的那种照片，是不是？喜欢拍那种非主流照片。欢迎哆啦 A 梦，瘦腿裤豆豆鞋，哎，好像是上初中那会儿，好像确实是这样的。那会儿就是特别就是觉得那种打架的就很帅，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染头的怎么的。我们那个时候老头鞋是什么鞋？然后所以赵根爷一看小猪就是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学生，是不是？你太懂了，太扛不住了。拜拜还没有下班吗？今天我愁死了，为啥？谢谢张永江的点赞，又累又愁，为什么愁啊？欢迎花花，欢迎听鱼，晚上好，听鱼。我们2.5万赞了，你咋说？我今天我抽烟就能抽2包了，我天哪！大家还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不要觉得自己很年轻。啥东西？白总忙完了，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天哪，抽2包烟，咱们就是一个要爱惜自己身体的状态，不要这样。铁肺嘛，就是，欢迎萝卜，欢迎思索，谢谢思索的灯牌，谢谢思索。有米是传闻有米吗？什么传闻有米吗？什么有什么米？是这个米吗？白总不教这两天，哎呀，我笑死！大家还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虽然工作很忙，但是还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不然的话，我感觉太那个了。就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就知道了，就觉得哪都不舒服了。传闻不可信，什么传闻？什么传闻？我知道吗？放个耳朵听听，什么传闻？我知道吗？我喜欢听歌啊。戒烟很难的，戒烟还是可以的，你只要你慢慢少抽还是可以的吧，除非你烟瘾特别大。什么瓜？什么？你不知道，酱酱什么东西？你跟我说了不就知道了吗？我们2.5万赞了，给大家跳个恋爱告急吧。我们跳或者跳个那个，跳一个 What is Love 吧。你给我说了我不就知道了吗？我就是在线吃瓜第一人，那算了，不告诉你。什么东西？不告诉我。什么东西？你这样说的我好好奇。嘿，我们忘记那个啥了，忘记开律动了。是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主人公没说，我们不能透露。是不是什么感情问题？
天肯定是情感问题，是不是？笑死了！姐姐，晚上好。谁想要？谢谢钱包包。所以是什么？欢迎风和日丽。所以是什么？不是情感问题，工作问题。之间的换季，还没准备好心意，一个人拖行李屋也没关系。暴风雨已经免疫，恋爱是没放心里，连遭人生谎言也难躲避。风吹走一半盛夏，剩下的风里人惊讶，眼里静止的冷漠，连呼后也倾吞而下。笑一瞬间关心掉掩面无掉精神的无尽，这个熟悉的尴尬搭讪却有共鸣，不知不觉谈天说地，并肩走到春来怀里，像落叶起地，生从之恋爱告急，满个心花容量不多思考，天真无邪难道一边到老，这会气把心愿情无预告，黑片来电转身不敢逃跑，不熟悉是场景，午夜去难言的相听，无力懂事的记就是你。不是情感问题，但是什么问题？强烈的不想告白，画上爱心的球拍，心动情话紧急的却不说明白，各自担心这事态会做饭不会恋爱，说不出等笑着一起看海，在白色的季节里，你留也能找回剩下指缝中青涩梦想，下决心一起走路回家，笑一瞬间关心掉掩面无掉精神的无尽，这个熟悉的尴尬搭讪却有共鸣，不知不觉谈天说地，并肩走到春来怀里，像落叶起地，生从之恋爱告急，满个心花容量不懂思考，天真无邪难道一边到老，这会气把心愿情无预告，黑片期待这个关只能这样不清楚，就一毛也不见。是场景，午夜却难言的相听，无力懂事的记就是你。所以说你们都知道吧？欢迎水果拼盘，欢迎苦干片，放一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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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我放个阿巴Game Game Start。阿帕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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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感觉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哦！我现在一看时间，我居然已经过了1个半小时了。
倒计时半个小时，是的，感觉比我平时过得快多了。哎，四少，难道是因为今天跳的多一点吗？今天跳舞跳的多一点，所以说感觉比我平时过得更快一点点吗？有可能，我也觉得有可能。哎，小圆。嗨，林天，欢迎林天回来。目前只有小峰开了，还得说峰姐才这么早开。最近没来，怎么感觉这样瘦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瘦了吗？真的吗？真的假的？我最近感觉我也正常在吃饭呀，我最近也在正常吃饭，为什么就真的瘦了吗？那我可让偷着乐了，真瘦了，那我可偷着乐了，快乐，真的假的？要真瘦了，我就偷着乐了。谢谢梅六宝哥是一个闪耀，谢谢梅六，谢谢梅六。瘦了不用减肥了，我其实没有在减肥，我最近都没有在减肥，不可以瘦。但是我只能说我比之前在天津的时候要瘦一点，但是其实我还是没有瘦很多。但是我最近也正常吃，也没有减肥，而且我还想的是等夏天来了，就是露肉的时候再减肥。我现在都没有开始减。我还想练一个线线，练一个那个人鱼线。你在表达感谢方式越来越有仪式感了，那可不，放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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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我最近很喜欢这个舞，因为我觉得这个舞挺好看的。我之前一直会这个舞，但是我一直没跳。但是我自从上一次跳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舞很好看，很适合直播间跳。谢谢春叶点赞。等我哪天心血来潮，我就去把我的耳洞打了。咱们就是一个有耳骨洞的人了。小肚子出来，我的小肚子出来，我都没有小肚子，我哪来小肚子？我哪有小肚子？谢谢小雨的灯牌椅，谢谢香菇宝宝的灯牌椅。太累了，扛不住了，得去洗个澡放松一下。然后怎么了？为什么那么累？现在去挑耳环。我去打那种耳骨的话，应该它一开始就有那种耳环，就是你打了之后你不能戴其他的耳环，你得养很久，所以说一开始可能只能戴那种耳钉，不能戴，就被这儿打一个。这样的话，它就特别有存在感了。咱们就说快干死了。我们部门6个人刚走是什么意思？刚走是下班吗？还是说走？小肚子就我没有小肚子，我根本没小肚子，小肚，我吃饱了就有小肚了。刚下班准备去洗脚哦，你是说那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吗？那你要跟他们一起去洗脚吗？欢迎林哥。
王套餐是这样。小正经，然后你们老大大晚上去派出所捞人，你们在说什么？这是我能听的东西吗？你们在说什么？别了。现在还有那种不正经的洗脚地方吗？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突然今天这么累，又丑又累？是被投诉了吗？正经得问白总，我也没吃。但是我们之前在深圳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去按脚，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太累了，在深圳欢乐谷的时候太累了。吧，笑死了！我就想说是为什么会这样？赶上什么了？跳舞吗？我没有在跳，我是在普通的扭。你要想看什么，我可以跳哦。你们越说越离谱了，好像是要单位捞人，结婚了就要老婆捞。哦，你们说的白白像真的要去了。谢谢冰冰的灯牌，谢谢宝宝灯牌。大哥又走了，对，他不在了，他应该要去泡脚去了，他应该是去了，他太累了，他说他要去放松一下。谢谢冰冰的点赞。谢谢了呢。他去了就不一定带歪了，什么？他去了就不一定带歪了，这什么意思？谢谢小天和阿五点赞。我笑死了。搓澡王用力，我都没有搓过澡。我上次跟他们去逛街，我就想买个那个搓澡巾。我之前在那个良那个什么无印良品，是不是叫无印良品？我之前看中了一个那个搓背的，就是一个刷子，它可舒服了，是搓背的，那个用磨砂膏搓背的，但是那个刷子要100多，然后我当时就没买。然后上次我跟他们去 KTV 的时候，看了一个搓澡巾，但是我又没买，我想是在网上买便宜，结果我一直忘记。我想的是最近318节应该有打折，我就说到时候就是满减，我到时候买一个搓澡巾。对，来北方搓澡，我没有搓过澡。我以前在山西的时候，那边也有很多澡堂搓澡，但是那个时候我怕痛。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尝试过，就一直没搓过。但是我的室友一个东北的，他就说搓澡每次搓完就感觉身上很轻，就感觉很舒服很轻。谢谢巧克力的玫瑰，谢谢宝贝玫瑰，
所以说我想试试，但一直没试。我在山西上了4年的学，也没试过搓澡。等我下次买个搓澡巾回来自己试，自己试试搓澡。必须东北来个奶搓，不会，他们还有什么盐搓，还有什么玫瑰什么什么什么的，搓完超爽。对呀，但是你这狗头，我其实很想赞同你这句话，但是你有狗头，我就表示怀疑。是怕疼的问题吗？你旁边围着几十个人，能搓下去？为什么会围着几十个人啊？搓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啊？盐奶浴，红酒火山泥搓是什么？是用红酒搓的吗？自己搓和别人搓有2种体验，但是我不好意思让别人搓，就是虽然很多搓澡都是那种阿姨搓，但是我觉得我接受不了，我一个南方人接受不了别人帮我洗澡，接受不了别人帮我搓澡。经常洗澡应该用不到搓澡巾，但是想试试，因为但是他们就是你身上有那种鸡皮肤，就是要买那种搓澡的那种刷子，然后涂磨砂膏，然后你夏天的皮肤就会变得很光滑，就是用磨砂膏搓，就会把你的那些角质全部搓掉，就会变得很光滑。我很难涂身体乳啊这些，我就觉得我太懒了，一点都不像其他女生。头浴拔罐没拔过罐，按摩没拔过罐，但是我觉得拔罐很痛。谢谢我点赞你。搓澡巾用的什么别太狠会疼的，我也觉得搓澡巾使劲搓，感觉皮到搓掉。钢丝搓，我笑死！用钢丝搓，你是觉得你是以为要洗锅吗？你说到钢丝球，我正好要买钢丝球，因为我做饭有时候用钢丝球洗锅，直接把身上的一层皮给搓掉。打蜡是什么？搓澡拔罐超级有解压，真的吗？拔罐是哪个种？我知道他们有那种真空拔罐，但是有那种扎针的拔罐。我觉得扎针的拔罐超级痛，我虽然没拔过，但是我看着都痛。打蜡是什么意思？我也想说打蜡是什么。那我从厦门回来研究一下，去沈阳搓个澡。沈阳去找阿欧，让阿欧带你去搓，让本地人带你去找一个澡堂子，靠谱的澡堂子搓。拔火罐吧，拔火罐我不知道，有火罐有气罐，我不懂，没拔过不懂。我觉得应该很痛吧，皮肤弄成那样应该很痛吧。搓澡机经常搓太横，一看我也是，我皮肤超级敏感，然后就是有时候我抠，就比如痒，我抠使劲了，然后我第2天这就有一条血，就一条那种血的那种痕迹，不痛的，真的吗？恰恰相反。我就是很容易红。我要是使劲搓，我的背全是红色的那个路，就是那个搓的那个刮痕。火罐就是用火烧一下，再按下去啊，它不会很烫吗？无聊，拍肚皮。我现在就很无聊，拍肚皮。别细皮的超快。我试试，我下次买个那个，我先自己买个搓澡的，自己搓试试。火罐，拔火罐还能缓解咳嗽。我只知道嗓子刮那个刮痧也很痛，就是每次你刮的时候还好，但是你刮完就很痛。不烫，你们脚底，天哪，脚底是治什么的？一般是背和胸口。我只知道背上拔罐排湿气，对，背上拔罐是可以排湿气。脚，天哪，我第一次听说在脚底拔罐。
为什么会在脚底拔罐？敏感皮，对我是敏感皮，我是敏感皮，我真的就是有时候我就是这样抠一下我就红了，我就不敢使劲，皮肤太敏感了，而且我就是属于是一晒就黑。我比如说像我夏天，我记得我之前去三亚还是云南，我就晒了2个小时，我还穿了防晒衣的，但是我穿了防晒衣就是因为那个是个吊带，它就露了一个领口，然后我就晒领口就晒了一圈红的，然后就晒了印子，就晒了2个小时，我天哪，我可太容易晒黑了，我就真的皮肤太敏感了，敏感皮肤不太好，我也是，就敏感肌不太好，就是敏感肌特别容易皮肤出问题。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压力太大，或者是熬夜什么的，脸上都会容易长闭口，就是皮肤太敏感的话。那个没有背后那么久哦，我都没听说过脚底罐，广东有，我也不知道，果然我和家人一样。所以说脚底拔罐它效果其实是和背上拔罐是一样的，是吧？对，没有印啊？脚底拔罐没有印吗？真的假的？背上拔罐舒服，我都没有拔过。等我哪天我想试试了，我就去拔。但是我应该不会去，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主动去拔罐的。它拔很快，几十秒。哦，背上拔罐会久一点吗？3万点赞了，我的个豆儿！今天点赞点的好多呀！以前的时候只能点到1万多，今天有3万点赞了。我们看看等会儿再跳个什么吧。2个脚掌就2个包，天哪！那你脚上拔罐了，你走路会疼吗？还有后背走罐的，那脚拔罐了会疼吗？谢谢小健的点赞，有机会去东北洗浴中心走个全套，超级爽，有机会试一试，但是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让别人给我搓澡的话，我会很不好意思的。南方人去北方洗澡都会会去那种北方大澡堂洗澡的，会买个帘子给遮住。谢谢爱喝茶的关注，我还有6000没点。那我们今天应该下播之前能点到4万点赞，我感觉哈，受不了别人给我送啊！北方人也送，我以为都那个啥。我上学的时候，我上学的那个地方就是什么？我上学的那个地方就是大澡堂。但是我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已经习惯了大澡堂，就是大家就是那种坦诚相见的那种。但是有些他们就不习惯，他们就会买个帘子遮一下，这就是南北方差异。但是对北方人来说就是无所谓，对北方人来说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大老爷们爬山，奔着5万去，什么奔着5万去？南方谁家好人2个人一起洗，就是啊，习以为常了。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是澡堂，我第一次也接受不了，我都是打水回宿舍洗的，我都是从澡堂打水回宿舍，因为那个时候宿舍没有那种洗澡的地方，就只能打水。然后我上大学之后在北方就是更没有，就是它更没有那个了，更没有那个就是更没有单独的那个卫浴间，都是公共的，所以说你没办法不接受，除非你不洗，然后慢慢就接受了，习以为常了。回宿舍怎么洗？回宿舍就是去宿舍厕所洗啊。那个时候只是说宿舍没有那种喷头，就是那种淋浴的那种，但是也是可以洗的。你就是你得最原始的方法，你拿个桶接1桶水，然后拿个那个勺子洗，你就只能这样。
北方上的大学，对，我在山西上的大学，然后山西那边就是澡堂，就是大冬天的，幸好宿舍离澡堂比较近，那个时候大冬天的穿个睡衣就往澡堂跑，然后头发没有吹干，然后从澡堂回宿舍，然后头发都结冰了，真的就走了那么几分钟，头发就结冰了。那个时候从洗完澡，头发没有吹干，回宿舍的时候。勺子怎么洗？勺子就是你舀一勺，然后淋在身上这样洗，还能怎么洗？勺子怎么洗？勺子就这么洗，勺子就是淋在身上这样洗。一听这样就北方大学，对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澡堂子，那澡堂很大，然后那个澡堂就是我有朋友嘛，就是我就是跟我从一个地方考过去的，然后他们就接受不了。他们就会买一个那种帘子，你知道吧？就那种澡帘子，然后每次洗澡很麻烦，还要挂一下帘子，你洗完澡还得把帘子给收起来，我就觉得太麻烦了，然后我就没用过那个东西，我就后来就习惯了。现在盆里用勺子往身上浇，对呀。我吃饭的勺子哦，你听成吃饭的那个勺子，那不是，那是瓢，但是它又没有瓢那么大，它就是一个小一点的勺子，就是可能有这么大一个那种勺子，它没有瓢那么大吧，我不知道瓢有多大。厕所洗空间小吧，还好，也还好，能接受，一个人可以的，两个人就不行。但是你们上学的时候没有两个人一起洗过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因为有时候我们上学11点停电，然后我们11点之前就会洗澡嘛。但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一个宿舍8个人，然后8个人的话，你要在下完晚自习差不多就9点多了，9点多回宿舍，10点钟洗，1个小时你要洗8个人，有时候我们就是两个人一起洗的，不然的话就洗不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因为11点哦，差不多回宿舍就10点，对，差不多，你就1个小时你要洗8个人，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起洗的，两个一起洗的，不然的话就洗不完。南北方差异，汤勺洗澡，汤勺洗澡一帮人一起，那没办法，学校的条件就只能这样，你只能接受，你没办法，除非你回家。租个房子。那个时候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也有时候会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洗，就是实在是时间来不及的话。宿舍没有水房吗？有。上学的时候，我们水房就是专门的那种接水的水房，它不是那种洗澡的。而且我上大学的时候，每一层楼会有那种小型的洗澡房。但是小型的洗澡房它的水不热，冬天的时候就很冷，而且有时候那个洗澡房就是那个每一层楼的那个小的洗澡房，它会停水，你知道吧？就是特别搞笑，就洗一半，你的泡泡还没冲，它就停水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不会去那个地方洗，因为那个不稳定，要么你就没水，要么就水很冷，一点都不热。洗漱在哪洗？我们有洗漱台，我们会有那种洗漱台的，就是水房的那种洗漱台。我们上大学是这样的，就是有洗漱台，然后有洗漱台挨着厕所的，所以说洗澡的是在另一边，就这样。一层楼有2个洗漱台，就每次一早上起床，你就会发现大家一起洗漱，就是那种。像电视里面演的那种，反正就是北方的那种，一起洗，就是那种台子上，自己准备热水，你上哪准备热水？没有热水，我们只会在宿舍洗头发，就是得去水房洗头，但是不会去水房洗澡，冬天太冷了，热得快。我根本就没办法自己准备热水，因为你去准备，我们冬天就是北方宿舍都会有那个暖水壶，就是那种水瓶。暖水壶你要自己洗的话，你得接2壶水才够，不然的话就会太冷了，你还得冲冷水。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不会在每一层宿舍楼洗。学校不是有热水房吗？有啊，有热水房，但是不方便，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是澡堂洗。吃饱了啊，
拜拜吃饱了，你不是去按脚去了吗？你不是去按摩去了吗？谢谢猫猫的灯牌，晚上好呀，猫猫，谢谢猫猫灯牌。这有吃的，谢谢猫猫的11个闪耀，谢谢猫猫，谢谢猫猫的闪耀，欢迎小刘。这有吃的，好好好，你都开始按了吗？你可真享受。南方好多都是太阳的热水，我们这边不知道是什么，反正热水就是，反正热水它不是很热，而且那个水只有一溜溜，我都不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洗下去的，就是那水一溜溜。小刘，你现在才吃完吗？小刘宝，你现在才吃完吗？你都吃了好久，我发现，我感觉你应该吃了3个小时吧，你这自助餐。牛肉粉丝，哎，这一般是锅炉房烧，我们这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烧的，但是反正我是很那个啥的，我是基本上没去那个洗过，只有偶尔的时候洗了一下，平时都去澡堂洗，只有平时洗头发或者洗漱会在那个水房洗。水压不高，对，10点吃完的。那你也吃好久，你是几点开吃的？我记得我8点半开播的时候，你就说你已经吃了1个半小时了。我觉得你应该是7点开吃的吧，7点多开吃的，还是吃了好久。欢迎香菜，你这是边吃边聊啊？吃这么久，脚麻了，站一会儿。我们我的天哪，我们3.8万赞了。3.8万赞，给大家跳个什么呢？去了不待3个点就对不起我花的钱，那你这是真的一点都不亏呀！你这吃的完全一点都不亏呀！你这吃的完全吃回本了的。我吃自助餐就从来没吃回本过。每次都是感觉自己能吃好多好多，就是眼大肚皮小的那种，感觉自己能吃好多，结果吃一点就饱了。给大家挑一个，还想看火力全开，好的，那我们再挑一个火力全开吧。发生什么事？天知道。我们等第2遍吧。跳个星期5的早安吧！哇塞，好久没跳过可爱的宅舞了。我们跳一个星期5的早安吧。刚好是不是明天就星期5了呀？我也好像想起来，今天是不是疯狂星期4呀？哇塞，都4万了呀，都4万了呀！给大家跳一个星期5的早安。是的，哇塞，好，明天又星期5了，一周又过完了。好快呀，这一天过的。今天星期4，大家有吃 KFC 吗？有没有人转50吃 KFC 啊？疯狂星期4，我们跳一个星期5的早安吧。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开开心心过完一天，然后就愉快的过周末。髪型もバッチリ OK 金曜日は頑張らなくちゃだって2日会えないからね
什么？我问家人要什么？这人为我50，为50去疯狂星4，笑死！我还说什么？问我呀？你们是叫的兄弟吗？别叫紧张！哇塞，3万赞了，我这个道。不给就吃不了凤凰星，就只能等下周4，下周4我再来一次。只能后点票赚要了，没事儿，明天我们俩一起要，这周没有，我们下周再问要一次。我们换一个歌吧，听个这个。只有站远点才合适，还是让你关掉才行。感觉这段时间过得好快呀！我觉得以后也要这样，以后也要那个啥。多站一会儿，不然的话老坐着就感觉谁会红了。上线了，我们今天已经是最近点赞点了最多的一次了，我感觉。今天已经是最近点赞点了最多的了，因为已经4.4了，要换到以前，现在估计才2万吧，以前最多一天可能就2万赞，我感觉哈。欢迎珊珊，还有谁能不能上5万？再换小号是吗？再过一会儿再换小号。我逗我弟弟。你跳个9万字星球，他给我轰出去了。9万字是那个是这个吗？当当当，我忘记跳。点赞推流，还好吧。其实我现在已经看淡了，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我现在已经看淡了。谢
谢谢梅六老师的心愿瓶，谢谢梅六，谢谢梅六老师，谢谢梅六宝的心愿瓶，谢谢宝。手掌画圈，腰疼，为什么是今天腰疼啊？谢谢莫点赞。我能做到的还是做一做。我现在已经看淡了这种流量这种东西，我觉得流量都不是很好，视频流量也不是很好，我已经看淡了。这种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时不时的，就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就可能这段时间它就是比较低，所以说就把自己能做的做好就行了，时长刚刚好。是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再过一会儿就好。那不是只能证明技师有点差吗？什么技师？我在洗脚的时候在点赞，洗脚的时候点赞是不是就说明技师有点差？为啥呢？为什么是洗澡的时候点赞会觉得技师有点差？不要白白发言，好。但是一般不是洗脚的时候可以看电影吗？洗脚的时候可以看电影吗？而且很多时候洗脚就会睡着。一般应该洗完脚还会给你按摩的，然后给你拉筋。呀，我的肉肉！哎呀，我的肉好多呀！我这肉怎么这么多呀？靠你了，上个5万，你可以随机的。这种应该都是随机的吧？上5万，哎呀，还有4000哎，还有4000就5万了，好快呀！今天啊，技师好看，技师好看，不就和技师聊天去了吗？我笑死，怎么还有这样的？天哪，我都没有想到还有这一层哈！技师好看就和技师聊天去了，笑死我！多聊天。一般我之前我记得我去按摩的时候就是看电影，就是去看电影，太好笑了吧？是不是这次看了技师好看，然后下次我来的时候再点？问一下你是几号技师，我下次再点你。幸福帅哥，生病的爸，离家出走的妈，还有上学的弟弟，还有上司，欢迎小猪。笑死了，原来是这样的，太难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当当当当当，放个爱你吧，我听听王心凌的爱你。当当当当当当当，爱你在哪？爱你在这儿。卖惨3件套呗。不应该有御用技师吗？这个还有御用技师啊！嗨，林雨，欢迎郝运，谢谢郝运的点亮火箭团，谢谢林雨的牌，一定就是我在想你。我们能点到5万吗？要是能点到的话，我就等到点到5万之后再下了。要是不能点到的话，我们就再过一会儿吧，再过一会儿就下了。最近听到一个歌还不错，《人间2两墨》，
我只吃上那个什么螃蟹只吃2两母。人间2两墨是什么？谢谢淋雨宝宝的闪耀，谢谢淋雨，谢谢宝宝的闪耀。人间2两墨是什么？它是一首歌。真的吗？还有个就是这个歌。谢谢小七的点赞，谢谢小七，谢谢芥末的点赞。歌曲名字真的吗？那我一会儿放听听这是什么歌。我还是喜欢《公主殿下》这首歌。公主殿下是不是那个初音的那首歌啊？公主殿下是不是初音的那首歌？哎，婶婶。崔阳唱的啊，我会跳爱你，你可信？真假的？我不信，除非你跳给我看。我不信，除非你跳给我看。我也不信，除非你跳给我看，我就信。现在草莓真好看，我的2个小草莓。该暑假公主的节目是吗？哦，我以为你是说那个公主殿下是初音唱的，我以为是初音唱的那个。下次见面跳好，除非你跳期待给我看，这不是白白的期待吗？是白总的，不就是？没事儿，深深你也可以学期待，期待很简单，就那么2个动作，你就学副歌，最火的就副歌那一段，你就学副歌那一段就行了。最后一圈了，看了一圈还叫你跳起来，有点真假的。真的吗？真假的？你想出点赞？我不是4.9了耶！我的个嘚儿！我刚刚又一眼没看，居然4.9了。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大家点赞，挺好的，挺好的。我很久了，我感觉我最高的是不是？我最高的是几万来着？我最高的是7万还是8万呀？我最高的时候，最高点赞是7万，好像是，我忘记了，我最高点的是几万，7万还是8万？我第一次最高点赞是6点几万，是我刚开播的时候，就是我刚在抖音开播的时候，然后后来有一次你们给我点到了7万，好像是8万，好像反正就是7、8万，反正我记得，然后好像就是变成就是那一次变成新高了，就是新的一次，我以前是好像是6点几万的最高的，然后那一次8万之后就是最高的了，然后这是很久没有上过5万就这么高了，我以前基本上都是1、2万点赞，现在点赞点的挺快的哈，他点赞挺多的哈，欢迎小影，现在点的真多。
谢谢今晚的阿姨，晚上好呀，晚上好，晚上好。快点赞，已经到了，现在已经到5万了，天呐天呐！欢迎你润滑成风，现在已经到了，好了，激活了，我要洗脚了。现在已经到了，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大家今天辛苦了，谢谢大家点到了5万赞，很久没有到5万赞这个数了，5万我都还没有上线呢，真的下班吃饭吧，把这首歌听完，我们就准备下播了，家们。吃饭吧。其实我还感觉还早呢，为什么？因为可能平时这个点才开始播。我今天觉得还要早，出去鬼混了。好，逮住你了啊！你看没人逮住你，你自己先自爆了，你先自爆了，你要出去鬼混了。谢谢小次的点赞。你这个是不是自爆呀？我理解错了吗？难道？也就是去风姐和童姐那儿。你看吧，没人逮住你，先自爆了。哎，婶婶。我看我明天能不能中午起来，我看我明天能不能上午起来。要是我上午起来的话，我明天中午播一下试试看。除了你们，我也不看别的人。好。加油，中午！看我明天能不能起得来，希望能够起得来中午播。希望能够中午起得来。空梦那儿看见过谁呀？谁在空梦那儿看见过？哦，小新说在空梦那儿看。6点到10点，6点到10点，每半个小时我都6点就起来，我肯定更起来了。6点到10点，我最多想我明天9点钟开定闹钟，看能不能起得来。最晚就必须，如果中午12点播的话，最晚10点半就得起床，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油菜花有没有原图的照片？有啊，油菜花这次拍了很多。油菜花这次拍了那个叫什么？就是拍了很多的那个等会儿我把声音调小一点。油菜花拍了很多照片，如果你们想要的话，我可以发到会员群。等我修好了，等我修好照片之后，我发到会员群。可以发1-2张到会员群，你们可以搜索起来。然后我准备用这组照片做这个月的周边。这个月周边不是还没有做吗？就是会员周边不是还没做吗？准备这个月做一个小卡，做一个那种镭射小卡，再做点什么再做点那个什么做个那个什么明信片之类的，或者是吧唧，看大家想要什么，这次油菜花大家想要什么，我看看到时候做什么。因为之前阿不是说海报的话太大了不好收藏，然后我想说换成小一点的，就做明信片，或者是做那个小卡，或者是做那个或者是做那个吧唧之类的。但是吧唧的话就只有一个，只能选1张。我估计站上起床我都干了一上午活了，不至于吧？深深平时什么时候起的？没常待，10点到12点。
拖延时间。对呀，就是我必须得提前2个小时，不然的话我就会很那个，把我当背景。可以，后面的照片还有好多，我这边后面还准备去拍樱花的照片，而且我之前不是，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之前拍过那个海洋馆的，但是那个海洋馆我只发了视频，就海洋馆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我暑假的时候拍的那个图一直在，我都没有发过，我准备当成下个月的会员周边。就是那个我还挺喜欢那个的，就是那个海洋馆穿 JK 的海洋馆的照片。现在慢慢越来越健康了。拍立得小卡可以，或者拍立得，就只有拍立得小卡吗？记得海洋馆作品，对，就是那个海洋馆作品，我准备把它来做成下个月又有会员，又有会有礼物了，对。你是不是想说会员礼物？对，我准备把周边做了就给你们发，就是这个月的会员礼物，会员周边，到时候那个海洋馆的我就作为下个月的，然后可以没事儿，下个月还有樱花，还挺多的。难道就只有这2个吗？小卡和拍立得，没有其他的吗？那个拍立得我还在想是怎么弄。对，是的，哲有这2个，哲的都准备好了，哲的那个15级都准备好了，然后阿欧的还有一个小东西在弄，因为每个人的都不适合，都有些都不一样，就是15级的都不一样，所以说哲和阿欧的也不一样，哲弄好了，让阿欧还差一个小东西，可能还要等一下。多为10个，然后还差一个小东西，然后就好了。但是我准备你们2个一起记，所以说还得再等等，哲。我准备你们2个一起记，然后所以说哲还得等等，虽然哲的已经好了，但是你要等等阿乌的。谢谢林天宝宝的10个闪耀，谢谢林天，谢谢林天。我们要准备下播了，啥呀？有点期待了。那你期待就好了，期待你到时候就知道了，现在不能说。快吃饭吧，好都让我准备下播了，家们。今天真早，我看一看，现在10点47。天哪！我平时我前天这个时候才开播，我今天都准备下了。天哪！好久没这么早。我平时这个时候才开，今天都准备下了。好了，家们，我们准备下播了，明天见。好，拜拜大家。还是早点休息哦，家们。虽然说我今天不能你们看完我就直接睡觉，但是还是要早点休息。拜拜林鱼，明天见哦，林鱼。拜拜切莫，拜拜小七，拜拜哲，拜拜林天，拜拜阿乌，拜拜小七，拜拜大家，自己早点休息。好，我吃完饭就睡，我早点睡，争取明天中午能够起得来，然后明天中午播一下试试。我今天先早点睡，看能不能起得来，要起不来的话，我就只能明天下午5点了。Hello， 家们，我准备下了，拜拜，大家记得早点休息哦，晚安，提前说晚安，拜拜。